灵动都神冥界所展现出来的底蕴所折服震慑。这神冥界的底蕴，怕是如今的9大界合一起都比不上啊！当时还一直以为大咒只有9界，没有想到在9界之上还有神界与世界，并且神冥界还只是神界与世界中的其一。可想而知，神界与世界与9大界根本不在一个层面上。所幸的是，神界与世界的神灵一般不会出现在9大界之中，除非有什么重大的事物发生，才会来到9大界。这就是大咒真正的上界世界与下界世界。在无数幽魂的注视之下，那冥河神杖的光辉也是绽放到极致，一道巨大的奇异眼影浮现，仿佛深渊中的瞳孔，凝视着凡尘间的渺小生灵，窥探着世间万物。它缓缓转动，似乎在审视着一切，而司神的声音如同雷霆般在空气中回荡。冥河之力，通天彻地。随着这声音的落下，那奇异巨眼猛然颤动，仿佛是活物一般，其瞳孔深处映照出了丰都深处那片虚无中冥河彼岸的景象。丰都城深处的彼岸冥河，河水幽暗且沉静，泛着点点明光，却蕴含着无穷的力量。每当冥河之水渗透进丰都大地时，大地仿佛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撕裂，沟壑纵横，深不见底，犹如地狱的裂缝，无声地吞噬着一切，不断散发着令人窒息的危机气息。这场景让人不寒而栗，仿佛能感受到那冥河之水携带的死亡气息和无尽危机。周围的空气因为这股力量而变得扭曲，仿佛连空间都在冥河之力的压迫下变得脆弱。而那奇异巨眼依旧在旋转着，仿佛随时都会爆发出恐怖的力量，甚至可以成为吞噬一切的超级黑洞。司神的身形在光芒中显得愈加庄严，他的目光坚定，手中握着的冥河神杖仿佛是掌控一切的关键。在这场突如其来的异象中，所有无数幽灵都感受到了那冥河之力带来的压迫感，仿佛整个世界都在这一刻静止，唯有那奇异之眼在光芒的闪耀。紧接着，司神双手握着的神杖，整个人仿佛与神杖中的力量融为一体。在这个时刻，他不仅是冥河神杖的操纵者，更是造化神力与造化之源的融合。整个空间都被这股造化力量所充斥，每一道光芒，每一阵动荡都显得那么真实而强烈。下一刻，在那个瞬息万变的奇异巨瞳之中，司神的身影如同幻影般闪烁不定，一股无形的压迫感弥漫四周，连空间都似乎为之扭曲。巨大的奇异眼瞳释放出刺目的光芒，仿佛能洞穿时间与空间的界限，让世间的一切秘密无所遁形。这道奇异巨瞳仿佛是天地间的审判，那眼瞳释放出无与伦比的力量，直接穿透了通往丰都的屏障，耀眼的光芒如潮水般涌向彼岸冥河，瞬间将其笼罩。彼岸冥河在奇异巨瞳的耀眼之光照射下，泛起了层层涟漪，耀眼的光芒如同利剑，瞬间斩断了彼岸冥河中的阴暗与沉沦。在这肆意的光芒中，奇异巨瞳仿佛受到了彼岸冥河的吸引，急速坠落，径直投入那幽深的河水中。随着一声低沉的爆破声响起，奇异巨瞳中的力量如潮水般汹涌而出，那是造化神力与造化之源的完美结合。磅礴的造化力量让整个彼岸冥河之中的规则都产生了微微变化。在这完美结合的造化力量的冲击下，彼岸冥河的水面掀起了高达10万丈的巨浪，仿佛要将天穹都撼动，将虚无都吞噬。司神的身影在奇异巨瞳中显现，手中握着冥河神杖，宛如一位无上之下的最强造化之神，掌控着造化神力。然而这短暂的显现之后，他们又瞬间消失在了奇异巨瞳的混沌之中。奇异巨瞳在他司神身影的消失后，逐渐变得暗淡无比的物体，最终化作一个深邃的超级黑洞，仿佛一切的开始与终结都在此汇聚。在彼岸冥河的深渊中，一个超级黑洞悄然显现，超级黑洞边缘的光芒扭曲变形，像是一道道无力挣扎的光线，在即将被吞噬之际显得那么绝望。周围的空间像是被无形的力量撕扯，呈现出一幅幅破碎的画面。在那超级黑洞中，仿佛有着那空灵的声音，似从那深不见底的虚无缥缈中传出，回荡在整个超级黑洞内部的每一个角落。这空灵的声音让人听了毛骨悚然，仿佛能听到自己心跳的声音。超级黑洞就像一只未知的生物巨兽的血盆大口，张开着等待猎物的降临。它吞噬着周围的一切，甚至连冥河之水也未能幸免。那冥河之水原本是灵魂归宿的河流，在这道超级黑洞面前，却如同细流一般被无情的吞没。水流在超级黑洞的引力作用下翻滚挣扎，却终究无法逃离那强大的吞噬力。然而，就在超级黑洞在吞噬彼岸冥河中的水时，奇异的事情发生了。那些已经外泄进入丰都大地之中的冥水，竟也被这股强大的吞噬力给牵引，又缓缓地倒流回了彼岸冥河之中，仿若时间逆转，水流逆流而上，回到它原本的轨迹。整个过程中，超级黑洞始终散发着一种令人心悸的能量波动，仿佛最冷酷的判官，审判着所有敢于靠近的物质。这一幕被萧炎灵动牧尘尽收眼底，同时也让神冥界的无数幽魂都感觉到了神冥界之王的神圣与强大。这种强大简直深不可测，一切力量在其面前都显得微不足道。
超级黑洞仿佛是命运的主宰，轻轻一吸便决定了万物的生死。在这片混沌的边缘，即便是时间与空间，也似乎要被其扭曲和吞噬。它的力量无人能挡，它的存在就是一种造化极限的毁灭。明水的缓缓退去，如同夜幕下退潮的海水，那些深邃到几近绝望的裂痕，就像是被时间的魔力所抚平。萧炎灵动沐尘的目光中透露出一丝难以察觉的振奋，因为他知道这是神冥界的法则在无形中发挥着作用。大地在神冥界的法则庇护下，仿佛拥有了重生的力量。那些由明水侵蚀出的沟壑，大地正逐渐缓慢地缝合，空气中弥漫着尘土的味道，被明水浸润过后，散发出一种独特的气息。萧炎能感受到脚下的土地在轻微的颤动，那是大地在歌唱，歌唱着恢复与新生。无数万魂之魄，他们的脸上也写满了吃惊，这也是他们首次见到神冥界之王的力量。整个丰都城被明水摧毁的建筑，那些断壁残垣，似乎也在法则的指引下，开始有了重建的迹象。一砖一瓦都承载着历史的沧桑，它们在空中轻轻漂浮，缓缓归位，如同被一双无形的大手所操控。这就是神冥界的法则力量，它正在修复一切，将所有的破坏还原为最开始的法则设定。即使是神冥界的深神灵，在环顾四周的变化时，他们的眼中也闪过一丝敬畏之色。刚刚这片丰都大地还是满目疮痍，如今却在神冥界的法则之下焕发出了新的生机，却没有一个人松懈下来。因为在神冥界，每一次平静之后，往往预示着新的风暴即将来临。虽然冥河之水被控制住了，但萧炎灵动沐尘的眉头微皱，似乎在思索着什么。他们知道冥水暂时被制服，这并不代表一切已经安全。萧炎将神火横骨尺召唤而出，紧握在自己的手中，准备迎接未知的挑战。灵动沐尘也一样如此，雷帝权杖以及大须弥圣柱都散发出可怕的能量波动。神冥界的那些强大神灵们也同样神情肃穆，静静地等待着司神接下来的操作。因为在那彼岸冥河之中，还有一个大问题还没有彻底的解决，那就是明月的神血。司神的身影已经出现在了彼岸冥河的上空虚无之中，目光如炬，手中的造化神器都带着微微颤动。那是因为造化之源感受到了在彼岸冥河的地底深处，神血的封印上已经有着裂纹，神血的力量从裂纹中不断的溢出，使得司神手中的冥河神杖都感到了一股恐怖庞大的压迫感。能够让一道造化神器都感到忌惮的神血，那究竟蕴含着何等可怕的力量啊！即便是神冥界之王在面对神血时，都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制。那股神血的力量一旦彻底的破风而出，整个神冥界都会陷入一场大灾难之中。明月体内的神血竟然已经破开封印的30%，再这样下去，恐怕真的大事不妙。通天司神的双眼如深渊般深邃，他凝视着彼岸冥河深处中那模糊的身影，刺破了冥河的迷雾，定格在那虚无混沌的一点。那身影正是曾经在纪元遗迹时萧炎所遇见的那个小女孩，如今她却身处混沌之中，她周边的冥河的汁水竟使其蒸发万里之外。她的双眼紧闭，面部扭曲，显露出难以言喻的痛楚。这是她与体内神血的抗争，一场看不见尽头的战斗。明月的唇角挤出一丝坚定，声音微弱却清晰：给我回去，不要出来。她的言语中充满了决心，即使痛苦撕裂神魂，她也要坚持自我，不让神血掌控自己的意志。如今神血已经从封印破开30%，而也并非是她首次遇到这样的问题。在纪元遗迹回来之后，她也已经有好几次发生这样的事情。只是那个时候的她，神血的封印也才出现1成2成，而现在竟是直接出现了3成，并且直接将封印屏障给弄出了裂纹。那封印可是连造化神力都无法撼动的存在，可现在却是直接破开了封印的3成，这就足以说明了明月体内的神血究竟多么的可怕庞大了。一旦神血彻底的侵占明月，那么所有的一切都将会功亏一篑，这不是最佳的时机。如果爆发，就会让神冥界陷入灾难之中。明月周身流转着奇特的秘法光芒，那是他最后挣扎与神血对抗的意志，是他对抗宿命的坚强。通天司神的视线中充满了凝重与沉重，他的手指轻颤，似乎想要触及那遥远的身影，却又知道这一切并不是自己能够去解决了，还得要是靠他自己。司神深知明月此刻的挣扎，他的痛苦，他的坚持，他的不屈，都印在他的眼底，刻在他的心间。明月的身体在秘法的支撑下，仿佛一座孤岛，在暴风雨中倔强的屹立，尽管摇摆，却始终没有沉默。他与神血的抗衡，既是肉体的折磨，也是精神的较量。在这彼岸冥河神簇的混沌之中，他是唯一神冥界的光。但如果他坚持不住，神血再次破开封印4成的话，那么就只能施展出9幽9冥神法大阵，将神血以及明月统统封印其中。这局面也是神冥界的所有高层神灵并不愿意看到的。如果这样的话，明月的肉体神魂都会在神法大阵中受到更加疼痛的冲击，即便是坚持下来了，也是对明月本身有着巨大的损伤。这一招也是司神万不得已之下才会去选择施展。你能坚持住吗？
明月，司神暗自沉声道，他也非常的希望明月能够将神血重新压制体内。轰！伴随着突发的异响从彼岸冥河深处的混沌之中传来，明月的双眼猛然睁开，犹如幽暗夜空中最明亮的星辰，突然绽放出幽紫色的光芒。在那瞳孔的深处，仿佛有神秘的力量在涌动，他的视线穿透了一切的物质，一股令人窒息的可怕气息从他身上弥漫开来。他无形却又沉重如山，仿佛能扭曲空间，颠覆世界。那是一股无穷无尽的气息，蕴含着轮回的神威，又暗藏摧毁一切的毁灭之力。那是比之前的每一次神血异动时都要强大，更为深邃神秘的力量。明月体内的封印，那可是连造化神力都难以破解，此刻却在那神血力量的冲击下，又一次次出现了裂纹。那些裂纹如同蜘蛛网一般，不断的蔓延，将封印撕裂得更加严重。原本神血只破开封印出3成，现在却在那强大的力量冲击之下，竟然直接悄然增长到了4成。而只要多1成被劈开，那么便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差距。